重生回神兽则主大典，我一脚踹开了跪地求契约的孔雀明王，转身走向角落里那条断了脚的黑色废蛟。全族都在笑话凤凰神女眼瞎，放着神兽不要，非要捡条烂蛇当宝。义妹更是迫不及待地抱走孔雀，做着一步登天的美梦。殊不知那条没人要的烂蛇名字叫龙渊，它是上古唯一的五爪金龙，是这3界真正的主宰，也叫神尊。师姐，可是神魂有什么不适？身侧的族弟见我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，担忧地发问。从浑身被神火焚烧的剧痛中苏醒，我的意识还有些模糊，我强撑着身体摇摇头，目光触及眼前的巨大的梧桐神木和满地的灵兽蛋，才发现我回到了神兽则主大典的那天。我们凤凰神族成年时需契约半生神兽，神兽化形后往往会与契约者结为神侣，共享长生。上辈子父亲为我们准备了一批潜力极佳的灵兽，其中战力不俗者众多。义妹凤灵一眼便相中了一头体型矫健、雷光缠绕的豹妖，而我因为心软，瞧见角落里有一只浑身杂毛、尾羽光秃、奄奄一息的野鸡，觉得它煞是可怜，便选择了它。父亲当时皱眉问我：“亲哥，你可想好了？这只鸟兽血脉驳杂，恐难助你修行。”我坚定点头，从此便寻天材地宝为它疗伤滋养。我拔下自己最珍贵的护心凤羽为它修补羽翼，用我的凤凰真血喂养它。结果等它伤势养好，褪去杂毛，我惊喜地发现它竟是传说中的上古孔雀明王后裔，需要洗精法髓才能觉醒五色神光。为了助它早日觉醒，我在日日修炼之外，还孤身闯入各大兄弟，只为拿到秘宝让它修为更进一步。经常带着一身血伤赶回族内，久伤未愈又添新伤，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。结果在我们的节气大典上，它成功觉醒，绚烂的五色神光却成了我的催命符，将我活活炼化成灰。而它踩着我的骨灰，和我的义妹凤灵儿深情告白，结为神侣。我真正心仪之人是灵儿，你知道吗？凤琴哥，你这种强势无趣的女人，与你虚与委蛇的日子，多一秒我都觉得恶心。父亲和族人想为我报仇，也被他的觉醒神光屠戮殆尽。那一日，孔雀与野鸡受天道祝福，而我凤凰一族满门死绝。一想到那时的场景，我就血液沸腾，恨不得将这对狗男女千刀万剐，抽筋扒皮。稳了稳心神，我用目光在一众灵兽中寻了一遍，目光丝毫没有在那只灰扑扑的秃尾巴孔雀上停留，而是落在了一潭死水旁，那条通体漆黑、断了一只脚的黑蛟身上。它盘踞在阴影中，微眯着双眼，黑色的鳞片在日光下泛着冷冽幽寒的光，虽无龙角，却周身气势十足。它并不是一条普通的废蛟，而是传闻中的上古神龙，更是这3界失踪已久的神尊。蛟修千年化龙，龙过天劫封神。他周身并无祥瑞紫气，应当是用无上法力隐藏了，修为不可小觑。记得上辈子听说过，他没有和任何人结契，而是独自修炼。后来渡神劫时，不知为何道心不稳，就此陨落，天地同悲。我连孔灵那只忘恩负义的杂毛孔雀都能让他觉醒封神，更何况是这位原本就立于众生之巅的神尊。这辈子要选就要选最强大的神兽，做最尊贵的神后。于是我朝父亲盈盈一拜，手指坚定地指向水潭。父亲，女儿要和这条黑蛟结契。黑蛟听了我的话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他的瞳仁不是妖兽常见的树瞳，而是流淌着熔岩般金色的神瞳，呈现出摄人心魄的威严光芒。父亲虽然不解，但向来宠我，笑眯眯道：“好，亲哥你是凤凰神女，既然选了，节气后也不可怠慢修炼，要做族中表率。”我看着父亲慈祥的笑容，强忍住眼眶的酸涩。这个为了护我，上辈子被孔灵灼瞎双眼的老人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守护好他，守护好凤凰全族。此时角落里溢出一声虚弱的鸟鸣，不需众人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，便发现是一只周身伤痕累累、羽毛稀疏焦黑的鸟兽。族中弟子议论出声：“这到底是个什么野鸡？这灵兽不会是想神女与他结契吧？想得真美！神女可是天生凤骨，她算什么东西？”那鸟兽用祈求的目光望向我，声音颤抖：“亲哥，你选我好不好？我是孔雀明王后裔，觉醒后我会成为天下最美的神兽，只有我和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我心念一动，按理说他此时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孔雀，只以为自己是只快死的杂鸟。上辈子他自卑得很，绝不敢当众求我。难道孔灵也重生了？太好了，既如此，我也不必瞻前顾后，前尘往事，新仇旧恨，就一起清算吧。周围一阵轰动，什么？这是上古神兽孔雀明王？父亲上前叹息，查看良久，他看向我：“确实有一丝稀薄的上古血脉，亲哥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”我刚想摇头，一条冰凉却带着莫名炽热气息的黑蛟就缠上我的手腕，它似威胁般用冰冷的鳞片蹭着我的脸颊，留下阵阵战栗的触感。一道低沉磁性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中炸响，阴恻恻道：“你既已选择与本尊结契，便不许再反悔。”看着他这副模样，
我不由得有点想笑。传闻中高不可攀、杀伐果断的神尊龙渊，竟然是这种傲娇的性格吗？我开口回绝，声音清冷坚定。父亲，女儿选择了这条黑蛟，就不会再考虑别的灵兽。况且女儿觉得它并不比那只秃毛孔雀差。孔林眼神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伤痛，那是被抛弃的恐慌。为什么，亲哥？你明明应该和我结为神侣，为你我愿意拔毛断骨。话未说完，他已经晕了过去。他本就身负重伤，刚才几句急火攻心的话，估计已经耗费了他全部的心力。这句话让我更加确信，孔林的确和我一样重生了。只是上辈子他恨我入骨，恨到要用五色神光将我挫骨扬灰。这辈子怎么一上来就眼情深不寿？不应该和他心爱的伊媚灵儿卿卿我我吗？就在这时，伊媚凤灵满脸心疼，快步上前抱住那只昏迷的秃毛鸟。父亲，这灵兽煞是可怜，姐姐不要，灵儿不忍，我愿和他结契。他之前选定的那头抱腰不满的低吼呲牙，却毫无办法，目前还在选择阶段，尚未正式节气，依然可以变更。父亲皱眉，灵儿，孔雀明王乃上古凶兽，性情高傲，为父怕你驾驭不了。凤灵儿咬牙开口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与嫉恨。父亲，为何姐姐可以，我就不可？我能做的绝不比姐姐差。难道你眼里只能看得到姐姐，却无视我们其他子女的努力吗？父亲叹了口气，随他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死死盯着孔灵那身焦黑稀疏的羽毛，我倒要看看，这辈子没我的凤凰真血滋养，就凭凤灵那点稀薄的杂毛鸡血脉，怎么为你寻得天地灵宝，怎么助你修成五色神光。等回到我的神女殿，我试图将紧紧缠在我身上的黑蛟扒下来，却纹丝不动。我有点无语，你是要勒死我好找下家吗？黑蛟不屑地喷出一口龙息，略微放松了力道，金色的树瞳盯着我。你刚刚是不是对那个秃毛鸡动心了？都有本尊了，怎么还一直看着他？他是孔雀又如何？落毛凤凰不如鸡，更何况他本来就是只鸡，哪有本尊的龙鳞好看？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，我忍住了摸摸他断脚的冲动，正色道：关于节气，我未能正式问过你的意见，你是否心甘情愿与我节气，以后结为神侣？如果你不愿，你可自行离开，不要耽误我的修行。他闻言，身躯一紧，又往我怀里钻了钻，贴得更紧了些。不许去找别人结气，你既招惹了本尊，怎能出尔反尔？我自是愿意的。既如此，便签订本命血契吧。我咬破指尖，示意他将心头血滴出。上辈子我并未和孔灵签订最高等级的本命契约，他自视甚高，说自己是孔雀王族，不愿被契约束缚，又说契约需取心头血。他伤势未愈，斥责我不顾他的身体。当时的我被感情冲昏了头脑，想着我们以后会是神侣，神兽脾气骄纵也实属正常。没想到之后被他所害，真是识人不清。这辈子我不可能再养出第二只白眼狼。我本以为黑蛟会迟疑，毕竟本命血气一旦生效，双方同生共死，直至神魂俱灭契约才会失效。没想到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从逆鳞处逼出一滴金色的心头血，和我的指尖血融合在一起，金光大作，契约成。我还有些怔忡，就这么轻易的节气了？黑蛟低下高贵的头颅，冰凉柔软的信子轻轻舔舐着我指尖的伤口，带起一阵酥麻。别动，本尊给你止血。我不由得心念一动，还没有问过你叫什么名字。龙渊。他目光灼灼地看我，那眼神仿佛穿透了万年时光，让我有点不自然。这时，一个跌跌撞撞的鸟影从门外冲了进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原来是孔灵。凤灵儿在他身后气喘吁吁地追着他，来到了殿前，看着我和龙渊亲密的姿态，目眦欲裂，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。亲哥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明明说过我是你此生唯一的骄傲。突然，他感受到了空气中那股霸道的契约之力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绿豆眼。妮妮，你居然和这条废蛟签订了本命血契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知道你还在怨我，我错了，亲哥，你是在惩罚我，对不对？我会找到方法解气的，到时候我们签订共生契好不好？不，哪怕是主仆契约也可以，只要你不要离开我。龙渊冷哼了一声，蛟尾猛地一甩，一道恐怖的劲风夹杂着龙威，直接将孔灵扫出殿外几十米远，撞断了一根廊柱。什么杂毛野鸡，在这里唧唧歪歪，惹得人心烦。本尊和我的神侣还要培养感情，就不奉陪了。无关人等都给本尊滚！凤灵儿尖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冲过去，将孔灵搂在怀里，凄凄惨惨地开口：姐姐，神兽灵力强大，可孔雀明王乃上古王族，怎可私下随意打杀？姐姐的神兽未免也太霸道了些。我和孔雀明王结契，姐姐内心肯定不愿，有什么气冲我来，不要伤害他，他身上可还带着伤呢。孔灵在他怀里还在挣扎，那双浑浊的鸟眼死死盯着我，满是不甘。凤灵儿凑近他耳边，不知悄声说了句什么。孔灵浑身一颤，终于安静了下来，眼神仍带着哀怨，却也乖乖任由凤灵儿抱走了。殿中顿时清静不少，我暗暗抹了一把冷汗，一切简直太过混乱，脑中前世今生的记忆又交织在一起，脑袋几乎要炸开了。此时，一只微凉的尾巴凑了过来，
替我轻柔地按着太阳穴。我没有避开他的触碰，虽然不知这条名为龙渊的神尊有什么意图，但目前看来并无恶意。孔灵的表现和上一世截然不同，我本打算杀了他以绝后患，可杀害上古瑞兽会遭天道反噬，不如就让他跟着凤灵儿。凤灵儿修为浅薄，心术不正，孔灵想像上辈子那样觉醒五色神光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，怨侣互相折磨，怎么不算一件好事？他的怪异表现估计是想再次哄骗我当他的垫脚石，可我也不是上辈子那个傻傻付出的凤青哥了。入夜我做了个梦，又梦到前世孔灵嫌恶地将我推开，五色神光顺着他的力道绞碎我的神骨。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袭来，那神光落在身上竟然没有丝毫杀伤力，反而被一股清凉的水流包裹，带着某种熟悉的安心的龙息。不对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晃花了眼。我的神榻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男人，面若冠玉，眉眼冷煞，额角有一道淡淡的金色神纹，更添几分禁欲的威严。他的脸离我极近，近到我能清楚看到他金色的瞳孔中倒映着小小的我。男子并没有醒，他清浅的呼吸和我的呼吸交缠着，无端生出暧昧的情愫。再往下看，这男子竟然没穿上衣，精壮结实的胸膛就这样展露在我的眼前，肌肉线条流畅如雕塑。他的手臂紧紧揽着我的腰肢，那力道，想必我梦中的束缚感正是拜他所赐。我暗中用了些劲，一脚踹向他，想将他踹翻下榻，却没想到扑了个空，劲被卸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有力的长腿压住了我。男子的睫毛颤了颤，缓缓睁开了眼，一双熟悉的金眸中似乎还带着刚醒的慵懒。在闹什么？再睡一会儿。声音沙哑磁性，带着还没睡醒的鼻音。我警惕地看着他。龙渊，他鼻腔中发出一声轻轻的声，又将我搂得紧了些，下巴抵在我的颈窝处蹭了蹭。别闹，你怎么突然化形了？前世孔灵伤势严重，我为了一堆天才地宝，耗费3年才让他勉强维持人形。现在我还什么都没做，龙渊怎么就化形了？他定定地看着我，露出了一个浅笑，凑近我的脸庞。既然我们以后会是神侣，那我提前行使神侣的职责也很正常。交行还是稍微有点不方便，还是这样好，能抱着你。我的脸因着这暧昧的举动而变得微红，清了清嗓子，试图推开他。该起了，我要修炼了。他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我，我别扭地凑过头去。你这个样子无法出现在人前，我先去找族弟要一套衣裳给你。他不满地皱眉，为何要我穿他人的衣裳？本尊不穿别的男人的衣服。我无奈。你总不能穿我的神女裙吧？他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，终究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在我转身时，手指轻轻勾了一下我的掌心。我起身前往了族弟的院子，得知我要借一套男子衣裳，族弟的表情有些犹豫，八卦道：姐姐，是谁扰了你的道心？难道是那条黑蛟？我揉揉眉心，对族弟的八卦无语至极。我的灵兽昨夜化形了，我还没准备给他穿的衣服，就想着来问你借一身。族弟八卦的神情瞬间变得震惊无比。什么？这么快就化形了？昨日姐姐你没选孔雀明王，我们还觉得可惜。姐姐天赋卓绝，我们都觉得那黑蛟配不上你，没想到姐姐慧眼如炬，不愧是姐姐。在族弟的滔滔不绝下，我感觉到后脖梗有点痒痒的，似乎有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梗。不会是那条龙跟来了吧？我忙打断族弟的话，让他进去取衣裳。族弟这才止住话头。族弟的灵兽是一只毛茸茸的雪云雕，叫团子。族弟抬手递给我衣裳的时候，雪云雕一个不稳从袖子里滚落出来，我连忙伸手接住。雪云雕正迷瞪着眼睛看着我，我心都化了。昨天看到族弟选了他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手痒，一直找不到机会，趁机撸了好几把雪云雕的毛，柔顺又舒服，手感绝佳。他在我的手下也舒服地眯起眼。突然，雪云雕的眼睛瞪得溜圆，身体也情不自禁颤抖起来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直接在我怀里僵直了。我的耳后传来阴恻恻的声音：你的手在干什么？不是说给我取衣服来了吗？我动作一僵，这龙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又快速地摸了几下以示安抚，恋恋不舍地把雪云雕还给了族弟。怎么办？感觉要变成毛绒控了。可惜上一辈子，这一辈子选的灵兽都没有这么柔软的毛。孔灵虽是孔雀，在觉醒之前却羽毛焦黑稀疏，扎手得很，我从没摸过。它好不容易养出的羽毛被我摸秃了，当然它也觉得丑陋。化形后基本就不以原形示人了。黑蛟就更糟了，鳞片虽然坚硬威武，却质地冰凉，根本不如毛毛摸起来舒服。而且我一摸它就喷龙息，感觉它很不喜欢我碰它。回到神女殿中，龙渊自阴影中走出，化作一只巴掌大的黑色迷你蛟，蹭着我的腿。他冷哼开口：想摸就摸吧。我敷衍地在他身上划拉了几下，心里却忍不住和刚才摸过的雪云雕比较起来。毛茸茸，软乎乎，还是那个好摸。他看着我神游天外的样子，咬牙切齿。你是不是还在想那只耗子？我连忙否认3连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乱说。好了，快化形穿衣服，跟我一同修炼去。凤凰一族自有一套修炼功法，凤舞9天，该功法可用于个人修行，但若与半生神兽共同修炼，可是半功，甚至达到神魂共鸣的境界。这一世，我和龙渊一同修炼，我发现我俩的默契度颇高，在功法的加持下，
我的修为突飞猛进。上一辈子我死前尚未到达上仙境界，而今竟隐隐有了突破神君的趋势。期间我也和他一起接下了族中的各种历练任务，在一次又一次斩杀妖兽中，我们的默契越来越高，我也终于体会到并肩作战的乐趣。同时我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大，龙渊的修为和天赋极高，为何上辈子渡神劫失败陨落了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一辈子我定不会让他再陨落。忙于修炼之际，我甚少关注孔灵和一妹凤灵的情况，但一同历练的族人总是会愤愤不平地向我告状。一日，几位同门的族兄族弟拦住了我的去路，脸上满是怒容与无奈。神女姐姐，你可得管管那凤灵儿了，她简直是个无底洞，更是个强盗。一位平日里脾气最好的族兄此时也红了眼。昨日我刚领到的3枚聚灵丹，还没捂热乎，就被他带着那只孔雀强行要去。他说孔雀明王是上古神兽，需要大量灵气滋养，我们这些普通弟子的资源理应供奉给神兽。另一位族妹也哭诉道：是啊，稍有不从，他便拿耽误神兽觉醒，也就是耽误凤凰族复兴的大帽子压我们。碍于那孔雀确实有一丝上古血脉，我们敢怒不敢言，只能任由他掠夺。听到这消息，我眼神一冷。上辈子凤灵儿虽然也借药草，却还没这般明目张胆的豪夺。看来这一世没了我的凤凰真血供养，那只孔雀的胃口把他逼急了，让他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。不仅如此，族兄压低了声音，神色复杂。听说前2日长老院丢失了一批珍贵的回春草，最后在凤灵儿的房中搜到了残渣，甚至连族长大人珍藏了500年的那株千年火灵芝也不翼而飞。我心头一跳，父亲怎么说？族长震怒，但凤灵儿哭诉说是为了给孔雀疗伤，神兽觉醒在即，不能断了药。父亲考虑到神兽若能觉醒，确实利于全族，最终只是训斥了他一番，并未重罚。我冷笑一声，并未重罚不代表心中无痕。父亲虽看重神兽，但他身为一族之长，最恨家贼。凤灵儿此举看似是为了神兽，实则是在透支父亲对他最后的信任。回到族内，正好遇到了几月未见的一妹凤灵儿。我平时参与的都是高级历练，而以凤灵儿的修炼水平，只能去中低级。她的面色较上次憔悴不少，眼底乌青，整个人透着一股焦虑和戾气。如果有那头善战的豹妖和她一起，估计会轻松不少。可惜她为了孔雀放弃了豹子。她看到我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嫉恨，想要避开我去另一条道，却又像下定决心一般，理直气壮地拦住了我。姐姐，听说你这趟历练斩杀了一头火云兽，那兽丹应该在你手里吧？把它给我。他伸出手，语气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。你知道的，孔雀哥哥觉醒需要火属性至宝，你那条黑蛟不过是个残废，吃了也是浪费，不如拿出来供养真正的神兽，这也是为了家族好。我看着他这副理所当然的嘴脸，嗤笑出声。凤灵儿，你抢同门的丹药还不够，偷长老的灵草，窃父亲的灵芝也不够，现在还想来抢我的？凤灵儿脸色一白，显然没想到我知道的这么清楚，随即恼羞成怒。什么偷？那是为了神兽，父亲都没说什么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你每日霸占着那么多资源，喂养一条废蛟，才是真正的自私。人有多大，嘴就吃多少饭。你既没有能力，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孔雀？我一步步逼近他，声音清冷。既然是上古王族的神兽，想要资源应该自己去争。你每日像个强盗一样在族里搜刮，怎么那孔雀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？该不会它其实是个填不满的废柴吧？凤灵儿气急败坏，抬手想要施法，却被我身侧的黑蛟吓到。龙渊的身躯此时如山岳般沉稳，虽然化为人形，但周身散发的威压让人喘不过气。他那双金色的瞳孔冷冷地扫过凤灵儿，仿佛在看一只蝼蚁。仅仅一个字，凤灵儿却感觉神魂俱震，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他只能放下狠话，狼狈逃窜。你也只能嚣张这些时日了。等孔雀哥哥觉醒，全族上下都要看我的脸色，到时候我要你跪下来求我。回到殿中，龙渊化作人形，懒懒斜倚在神榻上，用手指一下一下缠着我的发丝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这女人身上好重的贪念，令人作呕。我们的神旅大典是不是该准备起来了？我差点一口灵茶喷出来。神旅大典？他颇为理所当然的点头。自然，之前一同历练已经证明了我们的默契，那大典也可以开始筹备了。他眯了眯眼，金瞳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。还是说，你其实心里还想着别的灵兽，比如那只只会吃软饭的脱毛野鸡？我失笑，待我禀明父亲，就可以提上日程了。这些时日观察下来，龙渊确实是个合适的伴侣，实力强大，没有二心，双修也能快速提升我的修为。更何况龙渊姿色不错，乃是3阶角色，我也不吃亏。突然，我收到父亲的传音，让我去他那趟。到了父亲的神殿，小老头正背手看着墙上的族谱，
神色有些凝重。见我们来了，他才收敛了情绪，露出一个稍微舒缓的笑容。秦哥，最近幻灵秘境开放，到时候你带着他们去看看，正好你们这段时间和灵兽都磨合的差不多了，也是时候见世面了。说到这，父亲顿了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。把你那个义妹也带上，她在族里闹得太不像话，既然养了神兽，就该去秘境里历练历练，别整天把手伸向自家族人。我心中了然，凤灵偷灵芝的事果然在父亲心里扎了根刺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相信他那张巧嘴了。我恭敬行礼。是，父亲。龙渊有些不满地用手肘戳了戳我。不是要禀明父亲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回神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父亲，女儿想和龙渊结为神侣，想要择良辰吉日举办神侣大典。父亲摸着胡子，目光在龙渊身上停留片刻，见龙渊虽傲气，但对我眼神专注，这才笑眯眯的点头。这是好事，一定要好好操办，不如等秘境回来就举办如何？也让全族上下都热闹热闹，冲一冲最近族里的晦气。我的脸微微发烫，龙渊高兴的行了礼，声音响亮。谢谢岳父大人。回去路上，龙渊喜气洋洋，对着来往的族弟族妹热情打招呼。族弟族妹们都跟见了鬼一样，往日这黑蛟总是冷脸，今日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也不想打扰他的兴致，只是半夜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能不能别再偷偷看我了？不睡觉就去外面修炼。龙渊没有丝毫心虚，撑着头看我。我看我未来神侣怎么了？谁规定不能看了？我咬牙切齿，不睡觉就去做点别的事。他的金瞳骤然亮了一下，像是点燃了2簇火焰。什么都可以吗？我还没消化话中的含义，他就俯身过来，略带凉意的呼吸离我极近，如墨的长发垂在我的脸侧，有些痒痒的。我想要伸手拨开，手却被他握住，轻柔又不失力道地按在榻侧。我有点紧张。龙渊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们还没成亲。他眸中含着笑意，声音低沉蛊惑。我知道，可这几天历练太苦了，本尊提前支取一些甜头不过分吧？一个轻柔浅浅的吻，随着他的尾音落下，堵住了我的唇。次日，父亲召集了以契约灵兽的众族人，告知了幻灵秘境的消息。小老头絮絮叨叨讲了一堆秘境注意事项，给每人发放1枚传送凤羽。记住，你们此次前去秘境只为增长见识，训练和灵兽之间的默契，切不可争强好胜，伤及自身。如遇危险就捏碎这枚凤羽，你们自会从秘境中脱困。我注意到在场的人都携灵兽前来，只有一枚凤灵孤零零立在一旁，眸中晦暗不明。出发之日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凤灵一扫之前的压抑，面露得意，身后跟着一个身形单薄的男子。男子虽眉眼俊逸，身穿5色锦袍，却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，全然没有了上辈子身为孔雀明王那种金贵傲慢的仪态。孔灵，他化形了。周围的族人无不发出惊叹之声，而孔灵却径直朝我走来，眼中带着令人不适的深情与悔意，试图在我面前卖惨薄同情。然而还没等他靠近，就被龙渊毫不客气的一脚绊倒，摔了个狗吃屎。怎么有人想碰瓷我神侣？龙渊一脸无辜。凤灵急忙上前扶起孔灵，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怨毒与嫉恨，却又很快掩饰下去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冷笑。幻灵秘境内，古木参天，瘴气弥漫，我们一行人穿梭其中，一路上遇到了不少低阶妖兽，我并未出手，让族弟族妹们解决。突然，龙渊伸手拦住了我，神色凝重，别动，前面有东西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前方的地面开始剧烈震动，泥土翻涌，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要破土而出。片刻，一只体型如山岳般巨大的怪兽钻了出来，它长着尖锐的长吻，浑身披着坚硬如铁的灰褐色鬃毛，双目赤红如血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，是千年食蚁兽。这种妖兽平日里性格温吞，只食蚁穴，只要不主动招惹，极少攻击其他生灵。可此时，它却像是疯了一样，疯狂地撞击着周围的古树，口中发出痛苦而狂暴的嘶吼。龙渊鼻翼微动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气息不对劲，他身上有魔气。魔气！我心头一惊，魔族早已被封印在极西之地，怎会出现在这秘境之中？他被人喂了魔族的禁药，是血丹。龙渊沉声道，这种药能让妖兽瞬间实力暴涨10倍，但也让他彻底丧失理智，沦为只知杀戮的怪物。话音未落，那头发狂的千年食蚁兽已经发现了我们，他长舌一甩，一条长达数丈、布满倒刺的舌头如闪电般向我们卷来。快逃！我大喝一声，指挥族弟族妹们捏碎凤羽脱困。众人惊慌失措，纷纷照做。一道道金光闪过，大家陆续被传送离开。我不欲和这头魔化的怪物纠缠，也伸手去摸腰间的凤羽，想带龙渊回族禀报此事，没想到却摸了个空。原本挂着传送凤羽的地方，此刻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绳结。再找这个吗？一道尖锐得意的声音从高处的树干上传来。退至远处的凤灵府长大笑，眼神怨毒而疯狂。姐姐，今天你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他手里捏着2枚凤羽，一枚是他自己的，一枚正是我的。而他身旁那个曾被他抛弃的豹妖雷豹，正乖顺地站在他身旁，手中还残留着割断我绳结的灵力波动。原来千年食蚁兽发狂是凤灵儿的杰作，他竟然勾结魔族，弄到了这种禁药。凤灵儿，你疯了吗？勾结魔族是死罪，
我怒斥道。凤鸣儿站在高处，笑得癫狂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黑光。死罪，只要你死了，谁知道是我做的？这魔族禁药可是那位大人赐给我的力量，凭什么你天生凤骨？凭什么你能得到神尊的青睐？今天我就要看看凤凰神女是怎么变成这畜生的腹中餐的。千年食蚁兽闻到了活人的气息，彻底发狂，再次盯上了我。那条带着腐蚀性粘液的长蛇化作密不透风的沙阵向我袭来。找死！龙渊冷哼一声，身形瞬间暴涨，化作半人半龙的形态，黑色的龙鳞覆盖全身，双手化为锋利的龙爪，黑岩在指尖跳动。他一把拦住我的腰，身形如鬼魅般闪过那致命的长蛇，反手一爪，带着毁天灭地的龙威，狠狠抓在食蚁兽坚硬的背甲上。千年食蚁兽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背甲竟被生生撕裂，露出里面翻滚的黑血。亲哥，攻他下颚，那里是弱点。我心领神会，手中长剑出鞘，将全身的凤凰真火灌注其中。凤舞九天，我借着龙渊的掩护一跃而起，长剑化作一道火红的流光，精准地刺入食蚁兽柔软的下颚，直贯脑髓。轰然一声巨响，那头魔化的巨兽颓然倒地，激起漫天尘土，仅仅一击便斩杀了这头狂暴的千年妖兽。远处的凤鸣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变成了极度的惊恐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吃了嗜血丹的千年妖兽，你们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他转身想逃，却发现雷暴早已被龙渊散发的龙威震慑得动弹不得，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我提着滴血的长剑，一步步走向他，眼神冰冷。勾结魔族，残害同门，凤灵儿，今天就算是父亲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龙渊封锁了四周的空间，防止他捏碎凤羽逃跑。凤灵儿步步后退，直到背靠大树，退无可退。他看着我手中的剑，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。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。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玉牌，一把捏碎，一股浓郁的黑烟瞬间爆发，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。空间产生剧烈的扭曲波动，一股令人作呕的魔气冲天而起。那是魔族的千里瞬移符。龙渊脸色一变，伸手想要抓取，却被那股空间之力弹开。姐姐，我们来日方长，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的。凤灵儿怨毒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。黑烟散去，原地早已没了他的人影，只留下一地狼藉和那头死去的食蚁兽尸体。我握紧了手中的剑，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凤灵儿怎么会有魔族如此高阶的保命符咒？他背后的那个大人到底是谁？这场重生似乎牵扯出了比前世更可怕的阴谋。凤灵儿逃走了，但危机并未解除。那头死去的千年食蚁兽体内突然涌出一股黑色的魔气，试图侵蚀周围的灵植。龙渊眼疾手快，掌心黑岩翻涌，将那魔气焚烧殆尽，只留下一颗散发着不祥红光的魔核。这东西不能留。龙渊皱眉，想要将其捏碎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躲在暗处瑟瑟发抖的孔灵突然冲了出来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直扑那颗魔核而去。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机缘。他显然已经疯了。身为孔雀明王后裔，本该对魔气避之不及，可如今他为了恢复力量，竟然想要吞噬这颗魔核。找死！龙渊冷哼一声，甚至不用动手，仅仅是一道龙威释放，便将孔灵震飞出去，重重砸在树干上，吐出一口鲜血。孔灵趴在地上，看着那颗被龙渊化为灰烬的魔核，绝望地嘶吼：为什么要断我的路？只要有了它，我就能恢复力量，我就能修出五色神光。龙渊，你这个强盗！亲哥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冷冷地看着他这副丑陋的模样，心中最后的一丝波澜也平息了。孔灵，路是你自己走的，从你选择依附凤灵儿，甚至想要吞噬魔核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不再是神兽，而是堕落的妖魔。我转头看向跪在一旁的雷暴，这头豹妖曾是族中战力不俗的灵兽，如今却因为所谓的爱情沦为魔族的帮凶。雷暴此时已经恢复了些许神智，看着死去的食蚁兽和逃走的凤灵儿，眼中满是悔恨与绝望。神女大人，我是被骗了。他颤抖着求饶，是凤灵儿说，只要帮他这一回，他就会让孔雀王接纳我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魔族禁药，不知道。龙渊嗤笑一声，身为妖兽，对魔气最是敏感。你为了讨好那个女人，连本能都丢了，还有脸求饶？突然，雷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浑身的血管开始暴起，呈现出诡异的黑色，那是沾染魔气后的因果报应。原来刚才在战斗中，他被千年食蚁兽那带毒的长蛇扫中，魔毒早已入体。雷暴在地上痛苦的翻滚，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，最终化为一滩黑水，连神魂都未能逃脱，彻底消散在天地间。孔明看着这一幕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我收回目光，心中并无快意，只有沉重。凤灵儿虽然逃了，但他勾结魔族的事实已经确凿，雷暴的死更是铁证。回族吧，我对龙渊说道，这件事必须立刻禀报父亲。龙渊点点头，化作墨胶原形，将我拖在背上，腾空而起，向着凤凰族的飞去。至于孔灵，我并没有杀他，杀这种废柴只会脏了我的手，而且留着他正好可以作为指证凤灵儿的活口。回到族内，我第一时间求见了父亲，将秘境中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，并呈上了残留魔气的食蚁兽鳞片作为证据。父亲听完，脸色铁青，
手中的茶盏被生生捏碎。魔族，凤灵儿竟然敢勾结魔族，甚至还想害死你！父亲震怒，当即下令封锁全族，彻查凤灵儿的住所，并发布凤凰追杀令，在3界范围内通缉凤灵儿。在搜查凤灵儿的房间时，族人果然发现了一些带有魔气的符咒残片，以及一本记载着禁术的残卷。真相大白，族人们哗然。曾经那个温婉可人，为了神兽忍辱负重的二小姐，竟然是如此心狠手辣、数典忘祖的魔女。而被带回来的孔灵，因为失去了契约主，又沾染了魔气，被父亲下令关进了思过崖。他在那里日夜哀嚎，求我去看他一眼，求我救他。我一次也没有去过。处理完这些糟心事，我和龙渊终于迎来了片刻的宁静。夜深人静，神女殿内，龙渊化为人形，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，声音有些闷闷的：“那个孔雀，你真的不打算杀了他吗？”我转过身，看着他那双金色的眼眸，伸手抚平他眉心的褶皱。杀了他太便宜他了，而且留着他还有用。凤灵儿逃去了魔族，迟早会卷土重来。孔灵是他曾经最在意的筹码，或许日后能成为引他出来的诱饵。龙渊哼了一声，显然对这个理由不太满意，但也没有反驳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眼神变得灼热起来。这些不重要的人说完了，是不是该说说我们的事了？我一愣，我们什么事？龙渊勾起嘴角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挑开我的衣带。你答应过我的，秘境回来就举办神律大典，虽然现在因为魔族的事可能要推迟，但有些利息是不是该先收一收了？而且你也想知道我上辈子为什么会陨落吧？我心头一跳，这确实是我一直想知道的秘密。为什么？龙渊凑近我的耳边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无尽的缱绻。因为我在渡神节的时候看到了你，我看到了你被那只孔雀烧死的未来。那一刻我乱了道心，只想逆转时空去救你，所以我放弃了成神，用毕生修为换取了这一次重来的机会。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原来这不仅是我的重生，更是他用命换来的救赎。别哭，龙渊吻去我的泪水，这一世换我来护你成神。那一夜，红烛摇曳，满是春光。我们虽未正式举办大典，却已在彼此的灵魂深处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。日子在平静中流逝，族中关于凤灵儿的通缉令依然高悬，但它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无踪迹。为了冲淡族内的阴霾，父亲决定提前为我和龙渊举办神律大典。大典当日，凤凰神山张灯结彩，百鸟朝凤，祥云漫天。龙渊今日特意打理了一番，一身玄色滚金边的神袍，上面绣着暗纹龙腾图案，长发高高竖起，眉眼恣意，风神俊朗。那一身冷冽的杀气收敛殆尽，只剩下满眼的温柔。我们的手紧紧交握着，他的掌心竟生出一层薄汗。紧张什么？我悄声打趣他，堂堂神尊也会怕成亲。龙渊捏了捏我的手指，低声道：“不是怕，是太高兴了。这一天我等了2辈子。”我的心头一暖，反握住他的手。困扰了我许久的噩梦终于要彻底结束了。高台之上，父亲身着族长盛装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朗声开口：“龙渊，你可愿意和凤青哥结为神侣，此生不渝，共享长生？”龙渊正要开口，却突然浑身一震，我感受到他的手在剧烈颤抖，仿佛在极力忍耐着什么巨大的痛苦。他体内的灵力开始不受控制的暴走，周围的空气发出细微的爆裂声，金色的电弧在他周身噼啪作响。原本晴朗的天空霎时间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狂风大作。那不是普通的雷雨，那是9天神劫。龙渊，我惊呼出声。龙渊面色苍白，但他眼中的金光却越来越盛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中有不舍，更多的是决绝。青哥，等我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松开我的手，身形化作一道黑色的流光冲天而起，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响彻3界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条一直以黑胶示人的灵兽在雷劫的洗礼中开始蜕变，原本漆黑的鳞片在雷火中脱落，新生的鳞片呈现出璀璨的暗金色，断裂的独角处2根峥嵘威严的龙角破皮而出，腹下生出第5爪，那是皇族神龙的标志。它在云层中翻腾，迎接那足以毁天灭地的99道神雷。全族人都看呆了，那是真龙，5爪金龙！天啊，神女契约的竟然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尊。父亲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，颤抖着胡须。天佑我凤凰一族，天佑啊！随着最后一道紫金神雷落下，一切归于沉寂，乌云散去，天空中并没有龙渊的身影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蓝天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难道他又像上辈子一样陨落了？龙渊，我发疯一样想要冲上云霄，却被父亲拉住。别急，你看那是。只见云端之上，一道五彩祥光乍现，一声古老威严的龙吟再次响起。一条身长万丈、浑身流淌着神辉的5爪金龙，脚踏祥云，威风凛凛地从虚空中游出。龙渊，化龙封神成功了！全场欢呼，万寿贵福。然而，那条金龙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，并没有立刻落下来，而是突然调转龙头，向着更高的9重天飞去，身影逐渐引入云端。全场再次愣住了。这神尊这是要去哪里？今天不是神旅大典吗？为什么新郎跑了？我手脚冰凉，站在高台上，
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又是同样的场景，难道我又被抛弃了？就在我绝望的想要转身离开时，手腕突然被人一把拉住，回头竟然是龙渊。他不知何时已经化为人形，回到了我身后，只是此刻的他有些狼狈，头发微乱，手里还捧着一团发光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焦急的神态。你跑什么？我闭了闭眼，忍住眼中的热意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声音哽咽：你不是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既然成神了，是不是就看不上我这小小的凤凰神女了？他神色紧张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。我走哪去？我还要和你结为神侣呢。若是没有你，这神尊我不当也罢。他摊开手掌，掌心中浮现出一团散发着七彩微光，如同棉花糖般柔软的云团。那云团中蕴含着极其纯净的天地灵气，仅仅是靠近，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我微微愣神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他把云团递到我跟前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别开脸，耳根微红。我刚刚去九重天之上，感觉那里的七彩祥云最是柔软纯净，想着你会喜欢，我就去揪了一团下来。你之前不是喜欢那只雪云雕的毛吗？有了这个，你以后就不许再摸别的兽了，这个比那个好摸多了，而且永不褪色，还能当枕头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眼泪却已经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他见我迟迟不接过，急了，眼角微微泛起红意。你是不是不喜欢？我说错话了，你想养雪云雕就养吧，一只不够可以多养几只，我没事的，只要你别不理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破涕为笑，从他手里接过那团祥云。你好狡猾，揪云菜怎么不带着我？是不是想吃独食？他见我笑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眉眼弯弯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之后我再带你上去，你想揪多少都行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开始吧，可不能错过及时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真是会勾引人的神龙。他拉着我重新走到中央，父亲清清嗓子，虽然也被刚才那一出弄得有些懵，但还是高兴地高声重复了一遍：龙渊，你可愿意和凤青哥结为神侣？此生不渝。龙渊收敛了笑意，眉眼诚挚，声音坚定如铁。龙渊愿意与凤青哥结为神侣，此生不负。若有相负，则生死道允，三界除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有些吃惊地望着他，此话无异于是天道写事，如有违背，即便他现在已是神尊，依然会被天道抹杀。他握了握我的手，示意我开口。我深吸了口气，目光坚定。凤青哥愿意与龙渊结为神侣，此生不负。若有相负，则生死道消，神魂俱灭。天空降下一道七彩霞光，将我二人笼罩，那是天道的祝福，也是契约的见证。龙渊眉眼含笑，低头吻上我的额头。这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分开了。在众人的欢呼祝福中，他再次化作威武的五爪金龙，将我轻轻放在他的背上，腾空而起，朝着我们的神女殿飞去。上回放过你了，这次一定要做到底，你可不能再找借口了。他在神识中对我说道，语气带着一丝迫不及待。何况双修能快速巩固我的神位，也能助你突破，你不是总念叨着要好好修炼吗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坐在龙背上，脸色涨红，这神龙怎么脑中想的全是这种事情？直到被这只黑心龙拐到神榻上，我才后知后觉的后悔。上古神龙的体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消受的。我想要逃离，却被他那条有力的龙尾卷住脚踝，轻轻拉回怀中。青哥，别想跑，再来一次。那日大典之后，我整整3日没能出神女殿的门。待我终于能扶着腰走出院子时，才发现族内的气氛有些不对劲，并非是危机降临的压抑，而是一种极度的敬畏与惶恐。往日里嬉笑打闹的族弟族妹们，此刻都跪伏在主殿外的广场上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天空中祥云漫卷，仙乐阵阵，无数身着银甲的天兵天将列队云端，将整个凤凰神山映照得如同白昼。见到我来，族弟团子的主人连忙跑过来，压低声音激动道，神女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对，是太好了，上界天庭来人了，他们说是来迎接神尊归位的。话音未落，一股温和却浩瀚的神力将我托起。龙渊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后，一身玄色滚金边的神袍，衬得他越发威严不可侵犯。他揽住我的腰，淡淡道，走，去看看这群老家伙想干什么。主殿之上，父亲正战战兢兢地陪坐在一旁，客座首位坐着一位身穿紫金地袍、头戴玉冠的中年男子，虽然面带微笑，但那双狭长的眼眸中却藏着深深的阴鸷。见到龙渊进来，那男子立刻起身，率领身后众仙对着龙渊恭敬行礼，声震九霄。陈玄机带天庭众仙恭迎神尊归位，恭迎神尊归位。呼喊声响彻天地。原来这人便是神尊未出世时代管上界3000年的玄机仙君。龙渊并没有让他们平身，而是拉着我径直走到主位坐下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手指，冷冷道，玄机，本尊记得当年我陨落时，你还是个看守南天门的小仙，几千年不见，倒是穿得人模狗样了。玄机仙君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恢复如常，恭敬道，神尊说笑了，如今三界动荡，魔族蠢蠢欲动，天道降下法旨，神龙现世，当主宰三界，臣等特来迎接神尊回9重天宫，主持大局。龙渊嗤笑一声，并未接话，而是转头看向我，
眼神瞬间变得温柔。亲哥，你想去上界看看吗？我一愣，你是我的神女，自然是这3界最尊贵的天后。龙渊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语气宠溺。凤凰神山虽好，但终究太小，我想给你最好的，想让你站在云端，俯瞰众生。我心中微动，上界，那是所有修行者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我也确实好奇，那是怎样的一番光景。好，我也想去看看。我点头道。龙渊笑了，转头对玄机道：既如此，那便起驾吧。玄机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，随即大喜过望。是，臣已备好9龙沉香辇，请神尊与天后一步。辞别了父亲和族人，我们登上了那辆极尽奢华的9龙沉香辇，在天兵天将的护送下，浩浩荡荡地向着九重天飞去。穿过层层云海，周围的灵气越发浓郁。然而，当行至通天神柱附近时，异变突生，原本平稳的辇车突然剧烈震动，四周的空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锁死。原本护送我们的天兵天将瞬间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紫黑色的诡异符文，在空中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牢笼。那是上古禁术诸神灭魂阵。哈哈哈，龙渊，你终究还是太嫩了。玄机仙君的身影出现在结界之外，撕下了恭敬的伪装，脸上满是狰狞与疯狂。我掌管上界3000年，早已是实际的天地，凭什么你一条刚出世的畜生就要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？只要你在归位途中意外陨落，这3界之主的位置依然是我的。我心中一惊，拔剑而起。龙渊，这是陷阱。龙渊却依旧懒洋洋地坐在辇车上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是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亲哥，你看，总有些蝼蚁觉得自己能吞天。他缓缓站起身，将我护在身后。金色的树丛中倒映着结界外得意的玄机。玄机，你以为本尊为何答应跟你走？不过是想给我的神后找个宽敞点的住处罢了。至于你这破阵，龙渊抬起手，修长的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，破，仅仅一个字，却如同天道敕令。那号称能诛杀神魔的上古禁阵，就像是脆弱的玻璃一样，瞬间布满了裂纹，随后轰然破碎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玄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变成了极度的惊恐。这可是我耗费1000年修为不下的死局，你怎么可能？因为我是神，而你只是个窃取权柄的小偷。龙渊化作一道金光，瞬间出现在玄机面前，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，一只覆盖着龙鳞的手掌直接扼住了玄机的咽喉，将他像提死狗一样提了起来。本尊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不中用，神尊饶命！饶！一声脆响，玄机的脖子被生生捏断。龙渊掌心金火涌动，瞬间将玄机的神魂焚烧殆尽，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给他留下。那些原本跟随玄机叛乱的心腹，看到这一幕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跪在云端，瑟瑟发抖。恭迎神尊，恭迎天后！这一次，呼喊声中再无虚假，只有深入骨髓的恐惧与臣服。龙渊甩了甩手，像扔垃圾一样扔掉玄机的尸体，转身走回我身边，恢复了那副求表扬的表情。怎么样，夫君厉不厉害？我看着他，忍不住笑了，伸手替他理了理微乱的衣襟。厉害，我的神尊大人！龙渊一把抱起我，脚踏祥云，直接越过那破碎的结界，向着那巍峨的9重天宫飞去。走，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家。这一日，神龙归位，皆命伏诛，3界有了新的主宰，而我也开启了与这条傲娇神龙在天界的全新生活。9重天宫巍峨壮丽，云雾缭绕。自从龙渊当众诛杀了玄机，这上界便彻底安分了下来。那些原本还心存侥幸的仙家，如今见到我和龙渊，恨不得把头埋进云里，生怕惹了这位煞神不快。龙渊虽然接管了天地之位，但他实在是个很懒的神尊，大部分政务都被他丢给了几位忠心耿耿的老仙君，美其名曰锻炼新人。而他自己整日里不是缠着我在瑶池喂鱼，就是拉着我去蟠桃园偷桃子吃。这个桃子大还甜。龙渊摘下一个红彤彤的蟠桃，随手在袖子上擦了擦，递到我嘴边。我咬了一口，确实汁水四溢，清甜可口。你可是神尊，怎么跟个猴子似的？我无奈地戳了戳他的额头。龙渊顺势握住我的手，放在唇边亲了一口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当猴子也开心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那是神尊最喜欢的七彩锦鲤，快吐出来！只见一只浑身雪白，只有巴掌大的小兽，正叼着一条还在扑腾的锦鲤，在云层间上蹿下跳，身后跟着一群气急败坏的天兵。那小兽动作极快，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，眨眼间就冲到了我们面前。他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竟然直接把嘴里的锦鲤一吐，后腿一蹬，精准地扑进了我的怀里。他用毛茸茸的脑袋蹭着我的胸口，发出软糯的叫声，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我，仿佛在说：姐姐救我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族地养的那种雪云雕吗？只不过这只似乎更有灵性，额头上还有一撮金色的绒毛，这是哪来的小东西？我惊喜地揉了揉它的脑袋，手感果然极佳。滋滋，雪云雕舒服地眯起眼，两只小爪子紧紧抓着我的衣襟。然而下一秒，我就感觉到周围的气压骤降。龙渊死死盯着我怀里的雪云雕，
脸黑得像锅底。哪来的野耗子，竟然敢往本尊的神后怀里钻！来人，把他扔下诛仙台！那群追赶的天兵吓得跪了一地。神尊恕罪，这是御兽间新进贡的灵兽，还没来得及训话就跑出来了。雪云雕似乎听懂了龙渊的话，吓得往我怀里钻得更深了，整个身体都在瑟瑟发抖。我连忙护住他，哎呀，这么可爱的小东西，扔什么诛仙台？我看他跟我有缘，不如就留下来养着吧。龙渊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养着？亲哥，你有了我还不够吗？还要养这只耗子？它是雕，不是耗子。我纠正道，而且它多可爱啊，毛软软的，还能暖手。龙渊气结，指着自己。我的毛不软吗？我的龙角不好摸吗？我还能给你当暖炉，还能带你飞。这只耗子能干什么？除了吃鱼就是卖萌。我忍住笑，故意逗它。可是它真的很可爱吗？你就让我养着吧，好不好？龙渊看着我那双含笑的眼睛，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他冷哼一声，恶狠狠地瞪了雪云雕一眼。养着可以，但不许让他进寝殿，更不许让他上你的床。雪云雕似乎察觉到了危机解除，从我怀里探出头，冲着龙渊做了个鬼脸。然后迅速缩了回去。龙渊从此天宫里多了一只横行霸道的雪云雕，名叫糯米。它极其聪明，知道我是它的护身符，每次闯了祸就往我怀里钻。而龙渊虽然每次都气得跳脚，扬言要把糯米炖了，但在我的镇压下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甚至有一次，我半夜醒来，看到龙渊正偷偷摸摸地蹲在糯米的窝边，我以为他要趁我睡着下黑手，刚想出声阻止，却见他伸出一根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戳了戳糯米那圆滚滚的肚子。哼，也没什么好摸的吗？还没我的龙鳞滑溜。他嘴上嫌弃，手却诚实地又戳了2下。糯米翻了个身，抱住他的手指，吧唧吧唧嘴，继续呼呼大睡。龙渊愣了一下，随即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，轻轻把手指抽出来，还顺手给他盖了盖小被子。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暖洋洋的。这只傲娇的神龙其实心肠比谁都软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平静而温馨。直到有一天，御兽间的仙官神色慌张地来报：启禀神尊，天后，下界传来急报，魔族封印松动，有大量魔物涌出，正在围攻凤凰神山。我手中的茶盏哐当一声摔在地上。凤凰神山，那是我的家，是父亲和族人们所在的地方。凤灵儿，我咬牙切出这个名字。除了他那个勾结魔族的叛徒，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如此针对凤凰一族。龙渊握住我冰凉的手，眼中杀意涌动。别怕，既然他急着找死，那本尊就成全他。传令下去，点齐10万天兵，随本尊下界除魔。凤凰神山此刻已是一片炼狱，原本郁郁葱葱的梧桐神木被魔火点燃，滚滚黑烟遮蔽了天空，无数面目狰狞的魔物如同潮水般涌向护山大阵，疯狂地撕咬撞击。大阵之内，族人们死伤惨重。父亲身披战甲，浑身浴血，手中的凤羽扇早已残破不堪，但他依然死死守在结界缺口处，身后是一群瑟瑟发抖的幼年凤凰。族长，大阵快撑不住了！一位长老绝望地喊道：撑不住也要撑！父亲怒吼，嘴角溢出鲜血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能让这些魔物踏入神殿半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刺耳的笑声从魔物群后方传来：老东西，还在负隅顽抗吗？黑雾散开，凤灵儿坐在一张由白骨堆砌而成的王座上，缓缓飘来。此时的她早已没了人形，她的下半身已经完全魔化，变成了巨大的蜘蛛躯体，8条长满倒刺的不足在地上划出深深的沟壑。上半身虽然还是人形，但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青紫色，双眼漆黑如墨，身后拖着无数条黑色的触手。凤灵儿，你这畜生！父亲目眦欲裂，你竟然把自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，你对得起凤凰一族的列祖列宗吗？列祖列宗！凤灵儿嗤笑一声，眼中满是疯狂。只要能变强，只要能杀了凤青哥，变成鬼又如何？那个贱人不是成了天后吗？不是有神尊护着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我屠尽凤凰全族，把你们的头颅挂在天门之上，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说完，他猛地一挥手，给我杀，鸡犬不留！魔物们发出兴奋的咆哮，护山大阵终于不堪重负，轰然破碎。完了！父亲闭上了眼睛，准备引爆神魂，与魔物同归于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金色的闪电撕裂了漫天黑云，狠狠劈在魔物最密集的地方，大地颤抖，无数魔物在瞬间化为灰烬。紧接着，一声威严浩瀚的龙吟响彻天地，震得所有魔物肝胆俱裂，匍匐在地不敢动弹。谁敢动本尊的岳父？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从云端传来。只见9天之上，祥云翻涌，10万天兵天将列阵以待。而最前方，一条巨大的5爪金龙盘旋而下，龙首之上站着一男一女，正是龙渊和我。亲哥，神尊！父亲猛地睁开眼，老泪纵横。你们终于来了！我看着下方满目疮痍的家园，看着那些死去的族人，心中的怒火如火山般喷发。凤灵儿，我飞身而下，手中的长剑燃烧着熊熊的凤凰真火，直指那坐在白骨王座上的怪物。凤灵儿看到我，眼中的恨意瞬间爆发，
凤青哥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他发出一声尖笑，身后的黑色触手如毒蛇般向我射来，找死！龙渊化为人形，甚至不用我出手，只是轻轻一抬手，空间瞬间凝固，那些气势汹汹的触手在离我3寸的地方停住，然后寸寸崩裂，化为黑色的粉末。凤灵儿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她的魔躯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挤压，开始扭曲变形。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力量。龙渊漫不经心地走过来，每走一步，周围的魔物就爆体而亡一只。借来的力量终究是虚妄。凤灵儿惊恐地看着龙渊，不可能，魔尊大人说过，这股力量可以是神，为什么我在你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？魔尊，龙渊冷笑，你是说那个被我封印在万魔渊底下的老东西，他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能赐你力量，不过是拿你当个一次性的容器罢了。这句话成了压垮凤灵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崩溃地尖叫起来，身体开始急剧膨胀，体内的魔气失控乱窜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是要成为3界主宰的人，我不能死。他突然将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的一个角落，那里孔灵正缩在一块巨石后面，瑟瑟发抖地看着这一幕。当初他被关在思过崖魔族攻山时，趁乱逃了出来，却没想到撞上了这一幕。孔雀哥哥，救我，救救我！凤灵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伸出残存的触手卷向孔灵。孔灵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挣扎，滚开！你这个怪物，别碰我！你说过爱我的，你说过愿意为我做任何事的。凤灵儿疯狂地嘶吼，触手狠狠刺入孔灵的体内，开始疯狂汲取他的生命力。既然不能一起活，那就一起死吧！把你的血肉给我，给我！孔灵发出绝望的惨叫，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，最终化为了一具干尸。这时，他背叛了我，选择了凤灵儿，最终却死在了他最爱的女人手中。何其讽刺！吸干了孔灵的凤灵儿回光返照般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他想要自爆魔核，拉着整个凤凰神山陪葬。想自爆？问过本尊了吗？龙渊眼神一凛，手中祖龙印飞出，化作一座金色的牢笼，将凤灵儿死死困在其中。青哥，动手吧！龙渊看向我，这是你们凤凰一族的家事，该由你来终结。我点了点头，手中长剑高举，将全身的凤凰神力汇聚于剑尖。凤灵儿，灰飞烟灭吧！凤舞9天，涅槃之火，一道金红色的火焰巨剑斩下，瞬间吞噬了凤灵儿扭曲的身躯。在纯净的神火中，她的魔气被彻底净化，连同那个肮脏的灵魂一起消散在天地之间。战斗结束了，魔物被天兵清剿一空。凤凰神山虽然受损严重，但根基未毁。父亲走过来，想要行礼，却被龙渊扶住。岳父大人，一家人不必多礼。龙渊收敛了神威，变回了那个讨好老丈人的女婿模样。我看着这片劫后余生的土地，握紧了龙渊的手。龙渊，谢谢你，傻瓜。龙渊替我擦去脸上的灰尘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。数年后，凤凰神山早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，甚至因为有神尊和天后的庇护，成为了3界最令人向往的圣地。而此时的9重天宫内，一只圆滚滚的小包子正骑在一只雪云雕身上，在瑶池边追着一条黑色的迷你龙跑。爹爹，别跑，我要骑龙龙！迷你龙渊一边狼狈逃窜，一边气急败坏地喊：凤青哥，管管你儿子，本尊的龙角都要被他薅秃了。我躺在躺椅上吃着蟠桃，看着这一幕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这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自己宠出来的，自己受着吧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这就是我重生后的生活，有神尊护体，有魔娃绕膝，还有无尽的幸福岁月。